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边墙大女孩，我是罗少少。那么今天我想要来跟你们聊的是，大家一定要去做你们喜欢的事情。真的，你只能靠做你喜欢的事情获得想要的成功。这不仅仅是一句身心灵风格的显化肯定语，就算是我们很现实的来说哈，在现在这个大家都认为经济在下行啊，钱越来越难赚的时代，更是需要你去义无反顾的选择你最喜欢的那件事情。那我想先来回答一下刚刚问你们的问题，来顺带引入今天的正题。我最近有吃很适合在冬天吃的食物，就是烤羊肉串。这是一家我被朋友带着去吃，一开始没有抱着很大的期待，因为它在很偏远的一个地方的农家乐里面，而且当时我们去的话只有我们一桌人，就感觉生意好像不太好的样子。但是那个羊肉串真的把我惊艳到了，基本上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羊肉串了，就是现在想起来还会有点流口水的那种。另外上周我去了一家瑜伽馆上课，没错，就是上一期播客跟你们讲到的，我在特殊时期在朋友圈有跟练一个瑜伽老师的直播，并且因此入门了瑜伽，喜欢上了瑜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有关注这位老师后面知道他有开自己的馆，所以一直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去找他上课，但是又感觉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强烈的冲动说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去，所以就变成了我一直拖着没有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最近也是发生了一点点那种显化的故事的感觉，这个等一会儿我单独跟你们讲。然后我就终于去了，它是开在我们这边比较老牌的一个别墅小区里面的一个馆一整栋，整个装修是很法式的一个疗愈风格，反正你一走进去就会感觉到这个能量这个频率非常对。所以前2天我在那里有预约2节课，就打算在那里待一整个下午嘛，所以上完第1节课之后我就有预定他们这边的一个阿育吠陀的素食，也非常不错吃完饭之后就在那里看看书写写东西，等着上晚上的课所以就是待了大半天，觉得整个身心灵在那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安抚和释放，算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地方。然后这2件事情就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关于我最近这个冬天发生的一些小确幸吧。那除了想分享这个小确幸之外，我还想借由这个事情更想表达的是，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那种好吃的或者是不错的瑜伽馆，我都会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值得去分享的，拿出来讲的。我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但是没必要像我刚才那样去讲出来。我不会觉得因为吃到了好吃的，或者去到了一个这种不算是很正经的一个正式的地方，会让我觉得发自内心的开心、满足和幸福。反而以前的我的话，内心会有2个声音，这是我最近的一个觉察我就以前也会吃到比较好吃的东西，也会有去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我会内在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声音在说这种吃喝玩乐的东西有什么好开心的，就是会觉得应该是那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才值得拿出来说吧。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们小学出去春游，这种单纯的去玩不行，一定要玩完之后写600字的作文。可能就是被这种教育塑造出来的一个思维就从小会被教导说你做事情你要有意义，要有作用，要有一个结果你要把你所有做的事情都用来反哺给自己，让你成为一个更加优秀更加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说你做一个事情是要追求快乐，你要追求享受那个当下，你要去感受你生命本身的一个愉悦。就这种东西小时候是没有人教给我的，没有人跟我讲的，所以我就有会感觉到快乐开心这种事情在我的整个人生系统里面从小就被降级了，就被打压了，就会觉得好像快乐开心是一种
低价值的体验是不值得说的，甚至是我们可能会把它打上肤浅浪费这样的一个标签比如重庆话来说的话，就是耍玩，就是你是一个很爱玩的孩子就不行。所以因为我现在在做身心灵方面的工作嘛，我就越来越意识到，我并不是天生就无法自然的去享受这个生命的流动的，我是后天被训练出来，被打压，被压抑出来的这种无法感知到这个生活当中本身的这种幸福，无法去发自内心的感恩这些细小的我本来就拥有的幸福。所以我们的痛苦也不是天生的，虽然有很多哲学的观点会认为人生来就是受苦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感知痛苦，这种倾向于去选择痛苦的习惯，它确实也是被后天训练的。这都是来源于我觉察到的第二个声音，这个声音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在喋喋不休的像小我那样的声音，而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不允许自己获得幸福，我需要自己去感知痛苦。就是我在自己可能在研究身心灵这么多年，以及我现在在帮助很多人去学习这一块的东西，我发现的，我们很多人都是嘴上说着我想要过上那种喜欢的生活，理想的生活，我想要幸福，我想要开心，但是根本性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内在非常抗拒自己真正获得了幸福。其实很多人他获得幸福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可以很轻松的获得，但是我们都在制造那种分裂，那种困难和阻碍。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不允许自己获得幸福？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因为我从几乎我的每个个案学员，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有发现，我们之所以不允许自己获得幸福，是因为如果我们获得了幸福，好像就是对我们一辈子都不太幸福的父母的一种背叛，不只是父母，就是你的养育者的一个背叛。很多人都有这种潜意识的一个忠诚，就觉得如果我比父母过得好，过得幸福，就父母赚钱很困难，然后我如果赚钱很轻松的话，那我好像就是在否定他们的一个命运，我们否定了他们的人生，就觉得我们能够这么轻松，这么愉快，过得这么好，然后他们吃的那些苦，那怎么办呢？那如何去解释呢？这样就会对比，显得他们的生命好像非常的没有意义和苍白，和更加的痛苦了。所以我们不能去拥有他们一辈子都没办法拥有的爱、自由和金钱，因为我们要对他们保持内在的忠诚。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爱。我看一些心理学讲的我很认同，就是说其实孩子对父母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才是无条件的爱，才是永恒不变的一种爱。那我在很多年前在自学一些心理学的时候有看过这样的理论，但我当时特别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就我不觉得人会这么傻，我们为什么要对父母保持忠诚，然后来让自己很苦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对自我其实没有觉察，我更多的可能是用头脑一些思维逻辑上的东西去理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没有这样，然后我的痛苦可能是真实的痛苦，是因为我解决不了那些问题，所以我痛苦。但后来我越来越深的觉察自己之后，我就感受到了这种很深很深的，甚至有一些悲壮的对父母的爱。因为我是你们的小孩，所以我不能够比你们更幸福，这样你们才能够合理化，我才能够合理化你们，不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们过着这样的生活，你们给我传输这样的理念和价值观。那之所以要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因为这一期我们是讲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就会立刻蹦出来很多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听起来
非常有道理的啊，我没有办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钱，因为我现在还要上班，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因为我的生活还不稳定，所以我只能继续现在这个样子，等我有了钱，我有了时间，我有了比较稳定的一种经济结构，或者是说我退休了，我有时间了，以及我有一个搭子，有一个伙伴，他可以带着我一起去做，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我需要有人带着我一起去做，我才能去做，就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声音就来了。那我不希望大家被这样的声音直接就觉得好像就把这一期播客当做一个乐子听一听，听完之后明天我还是继续用以前的这种模式和状态去过一种我不喜欢的生活。我希望这期播客至少会给你的潜意识深处带来一定的松动，就是让你去发现到底是什么在阻止我们。那么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自己梦想的人生，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更多的不是因为外在的一些困难或者是阻力，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内阻力。这种内在的阻力，它最吊诡的就是它会幻化成无数的声音来把责任推到外界。比如说就是刚才讲的，我还没有钱，我还没有时间，没有人支持我呀，没有人陪我呀，所以我只有再等一等吧，等下次，等未来。总之我现在就是还不能去做那件事情，我还不能去过那种生活。你连尝试都不去尝试一下，你连去看一看这个机会点在哪里都不去看一下，就直接判定为不可能。这个原因全部都在内在，不在外面。如果你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还会花很多年在你的外界去做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仍旧无法去过上那种一直渴望一直想要的生活。我现在就有一个观点，其实阻止我们过上想要生活的从来都没有别人，从来都是我们自己。这里有一本书很想推荐给大家，叫《一生之敌》，它讲的就是内阻力的，很小一本，之后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读书分享，那大家也可以先去买来看看哈。就是我们之外其实根本没有别人，我们一直讲显化身心灵的这些东西，其实讲的也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内在意识的一个投射嘛。这个我自己是有很典型的一个经历可以分享一下的。我在小学的时候有特别关注班上最受欢迎的一个女生，因为她很漂亮，成绩也很好，性格非常活泼开朗，就我会很喜欢她，就很吸引我。但是我内在就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种天生的不配得感，就觉得她肯定不会喜欢我，我还是别离她太近了，因为我长得也不好看，成绩也不算拔尖的，她怎么会喜欢我呢？所以就一直在旁边默默关注人家了一整个小学。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初中的时候，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就很喜欢看各种小说，自己也会去写一点自己的小说但是我内心会觉得周围的人不会支持我，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家长，他们可能会更希望我循规蹈矩的去读书升学，做一个好学生，而不要搞这种跟学习无关的事情。所以我也就莫名其妙的没有去坚持写我的小说。然后很多年过去了，我分别在小学和初中的同学聚会上面就分别的听到那个我一直关注的最受欢迎的女同学，她当时也对我很感兴趣，只是她觉得我当时一直冷漠的对待她。比如说她跟我打招呼，我就是很羞涩，其实是很羞涩，但是表情是面无表情的跟人家打招呼，然后像一个老鼠一样的就逃掉了。以及人家其实有很多次主动的来跟我搭话，或者是向我示好，但是都被我内在的那种羞愧和深深的不安给拒绝掉了，给回避掉了，就觉得我不要跟你有更深的接触，因为我觉得跟你接触好像就会触发我的那种内在的不安全感和低价值感。所以这个当时我知道了之后也是蛮震撼的。另外就是从几个初中的老师的嘴里都听到他们以为我会成为一个作家，
他们都说我当时写的东西非常不错，因为当时我有在那种校刊那种比较小的杂志上面去发表一些短篇的东西，然后他们可能有关注到，就觉得我很有才华，但是可能没有直接的告诉我吧，但是我内心就默默觉得老师可能不会想让我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就默默的把自己的这种渴望和天赋就给封印掉了，给抹杀掉了。然后我就突然的意识到，其实根本没有人在阻止我去做那件喜欢的事情，也没有人不认可我的天赋或者是渴望，一切都是我自己内在信念的一个投射。不是人家不喜欢我，而是我觉得我配不上被人家喜欢，不是我成为不了一个作家，我不应该做一个作家，而是我认为我自己成为不了作家，不应该做一个作家。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一直都在当自己的预言家，但是还浑然不觉。那真正的开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说探索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初次觉醒，就是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你们听刚才我讲的，我其实一直都是按照我头脑里的这个小我的指示循规蹈矩的努力读书，一路就到了大学。我当时是准备申请出国的，因为我读的是个外语专业嘛，就出国是比较顺理成章的，而且这样去出国留学，然后回国当一个大学老师什么的，就听上去是一个好完美好正确的人生规划，就会让家长还有老师都觉得很棒的决定。对，没错，我以前就是一个极度的讨好型人格，极度的想要成为一个好学生，想要做正确的事情的这么一个努力的人。再说回来，当时我申请出国已经到了，申请去德国的话有一个 APS 的面试，它是最后一步，我的所有资料其实全部准备好了，还有外语的成绩什么的通过了这个面试。这个面试其实对于我们外语专业的来说很简单，所以我只用去面试一下，然后就可以递交材料，而且由于我的绩点各方面的都还比较优秀，所以我递上去之后是肯定会得到我想要的那个学校的 offer 的。但是我突然就不想要出国留学了，都到最后一步了。可能我以前的人生有很多的这种没有道理的就是突然不想要做，或者是突然想要做的声音，但是那是第一次我非常非常清晰的感知到这个声音，并且开始认真的考虑这个声音的想法和提议。对，他就是跟小我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就是我现在说的高我，或者是真正的自我的声音。因为小我的想法他说话其实很明显能够感受出来是那种啰里吧嗦不停的重复，非常的烦躁焦虑或者是恐吓性质的，而且他有很多的理由，他可以找出那个人他说了什么，这个人说了什么，然后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做了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好处，1、2、3、4、5，就非常多的好处当然都是一些外界的认可或者说你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好的发展全部跟你个人的感受是没有太大关系的这样一个论据小我就是这样。那高我或者是真正的自我，他的想法往往都是特别天马行空的，或者是打引号的想当然的，不切实际的那种想法，突然出来的一种任性妄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想要这样做的一个想法。那么最终我是没有去那个面试，也完全放弃了出国深造的这条路。那当时我的父母其实是有蛮大的反对的声音的，但是那是我第一次算是有点违背父母吧，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且没有太大的理由，而且你坚持的这件事情好像看上去是不太正确的，对你自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且真的是没有人赞同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每一个人的自我觉醒和成长，可能你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反抗那些旧的那些一直让你压抑自己的周围人的，包括你自己头脑里的声音。接着就有一点一发不可收拾了，整个人觉醒之后好像
所有的一切都不再能够特别束缚我了。我是没有出国之后有短暂的过渡的当了一段时间的外语老师，当了老师之后呢，因为那段时间正在减肥健身，这个故事我在以前的播客里面有讲过好几次，所以我简短一点啊，就因为健身嘛，接触了健身这个行业，就觉得健身教练他们那个工作的状态是我还蛮向往的，就觉得好自由好随意，而且又是做着当时我很感兴趣的健身这件事情作为工作，我觉得哇塞，这个工作也太完美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就转行了嘛，做了健身教练。做了健身教练，做着正好碰到自媒体的一个风口，我就开始做拍视频，做了健身博主。因为这个账号做起来之后，所以我就完全的做了博主，完全的变成了一个自由职业。其实这个还蛮神奇的，以前的我其实蛮难想象的，因为我从小好像一个表层的理想职业吧，就是老师。因为我的父母，我周围的人都比较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体面的工作，包括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一个期待吧，就觉得你找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好像就是最好的，而不是类似博主这种抛头露面的。就在当时我的那个时代还是这样一种观念，虽然现在已经应该很多人不这么想了吧，所以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从渴望一种稳定的工作变成完全的自由职业，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再到后面我连健身这种稍微落地一点的东西我也不做了，我做了现在这种身心灵的内容，我觉得是完完全全一路以来都在跟随我内心真实的喜欢这样去走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身说法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些鼓励和力量，就是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你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你也不会说吃不上饭赚不到钱然后变得穷困潦倒。以前我可能还不敢这么笃定，但是我现在越来越10分100%的肯定，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后果的，反而你会越来越打开你的生命，去体验到你完全无法想象的那种美妙的人生体验。因为我走到现在，我再回头看的话，其实很多的事情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也是我的这个小小的头脑无法去想象的。我一开始没有觉得我一定要去做一个教练，或者是成为一个博主这样的名人之类的，我只是在每个阶段都在不断的向自己确认，就是大学那一次觉醒之后我都在问自己，我喜欢做什么，我对什么感兴趣，我想要过怎样的生活。等我老了，等我60岁70岁的时候，我再回头看，我会不会对哪一个环节有后悔和遗憾。就是那之后的人生决定，我很多都是凭借着这样一种感觉去做决定的。然后因为我如此的尊重我自己的意愿和感受，我的生命就开始自动在我的面前展开一些奇妙的东西，推送给我一些非常美妙的人和事，让我去体验，让我去经历，让我去感受到我生命的一个广阔和不受限、无限的感觉。总的来说，就是毕业后的这不到10年吧，我也经历了蛮多痛苦和折磨的时刻，但更多的还是让我感动的故事和很棒很棒的人们，让我的生命能量不断的在往上走，让我感觉到我的人生真的，其实我不想说那句话，但是我感觉只有那句话能形容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人生是旷野。你不只是可以向上走，不停的攀登，变得更加优秀，变得更加的好，或者是累积更多的财富，而是你可以往四面八方的走，你到处随便的走都可以，或者是你躺在原地休息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一片旷野它都是你的，你可以随意的去探索，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点上不停的深挖。所以我也开始逐渐的相信显化、吸引力法则这样的东西，并且也开始教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去体验你们的人生。纳瓦尔宝典里面有一句话我蛮喜欢的，我有摘抄下来，他说的是，在成为自己这件事情上，没有人比得过你。
从小到大吧，反正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一直都在和别人比较竞争，就觉得你一定成绩上或者是你的能力上，你赚钱的这个数量上，要去和周围的同龄人或者是那种很优秀的人去对比，这样你才能够确认自身的价值。我们一直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成长，但是我越来越意识到，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还在用这样的方式，你去和别人对比，你根本不清晰自己的天赋、你的优势、你内心的热情和喜欢，你还在逼迫自己去做那些并不真心感兴趣、热爱的事情，那你几乎就是在跟这个时代的浪潮做对抗，你在和你的整个生命在对抗，所以可想而知你会有多累。现在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累、很疲惫、很焦虑，或者是抑郁了，其实都是来源于这种对抗。那我们过去的我们说现实一点就是过去的工业时代，确实它可能奖励的是你一分耕耘你就一分收获，你服从你听话，你就能获得相应的报酬。那个时候的它的规则，它就是一种你得到命令你就去执行，我们整齐划一的去重复，就能换来你想要的稳定的生活，或者是越来越好的生活。但是大家也都在说现在经济下行做什么都没有回报，因为整个世界的规则，它的杠杆已经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通过一步一个脚印，什么踏踏实实的在一个点上怎么去深耕努力。当然你去做这种把一个事情精益求精的做得更好，当然这个品质是重要的，但是这不是核心的我们做事的一个出发点。以前我们可能还是可以靠着你做一些不是那么喜欢、不是那么感兴趣，甚至你有点讨厌的事情，获得一些金钱或者是地位这样的东西，但是在现在几乎完全不可能了。你们应该也有感受，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几乎人人都是自媒体，还有 AI 这种爆炸式的入侵了各行各业的一个时代，你去复制任何的知识经验或者是一种生意模式，其实都太简单了。我们甚至可以去制造出比人更聪明更精确的那种机器人，大家有看到最近出的一些机器人太厉害了，我们无法比过这些东西。但是唯独有一个东西它是很难复制的，就是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那一个火花。也就是心灵奇旅它那个剧情里面有讲，每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它都会有这样一个你很独特的火花，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最稀缺的一个资源，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你如果去逼着自己去适应那种很低频的一个地方，每天去面对让你非常厌倦讨嫌的工作，无趣的那种关系，很压抑的一个环境，你的意识就会变成那种不断是在应付生活或者在防御某种对你的伤害之间循环，就是一种疲于奔命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感觉它会不断的让你进入一种生存模式，就觉得好像到处都是困难，我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我放弃了，我躺平了，或者我抑郁了。因为你没有在创造，你没有在打开你的生命，所以你就慢慢的枯萎了。那纳瓦尔他在他的那个访谈里面就会反复的强调，比如说杠杆这样的东西，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 AI 或者是自媒体这种东西，那我觉得更加大的独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杠杆，其实就是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让自己持续的自发的产生创造的欲望，然后让自己的频率达到和你同频的那种人一样的层级，然后自然而然的去吸引比如说资源、机会、合作伙伴，还有那种信任你的人来找到你。因为如果你但凡有去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热爱的事情，其实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整个宇宙所有周围的人和事都一起来帮助你，因为他们感受到你的能量被你的存在唤醒了。可能你以前不觉得你身边有这样一些人，不觉得有这样一些资源，但是一旦你去打开自己，一旦你去释放这样的频率，那些
人一下子就来了。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在压抑自己就是说我先做一点不喜欢的事情嘛，我赚到了钱，我等我有了时间，等我有了资本，我再去做那件事情，你永远无法形成这样一种能量场。你永远就是拿着一份可能刚刚够你生存，然后你可以稍微存一点钱这样的状态，你的生命却一点一点的在消耗。你不要光看你得到了什么，你要看你是拿什么东西换来的这些东西。你可能一直都在压抑自己，消耗自己，让自己的能量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可能等你有一天有了钱或者有了时间，但是你再也没有能量去做那些事情了，你就彻底的把自己的生命给耗死了。你不只是在浪费时间，你浪费的是你的天赋，你的潜能，你独一无二的能够给予给世界的那份价值。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不是一个任性的选择，不是一个想当然的不顾后果的选择，而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最有回报率的一个选择。当你去做着你喜欢的事情，在探索你喜欢的事情，其实你在做的就是一种回归，一种显化，去找到你天生生而为人被设计来要去做的那件事情，被规划好要去完成的使命。你去找到属于你的那条路，你就永远不再需要和任何人竞争，你只需要不断的去表达你自己，去让你被看见，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做我想什么就来什么。我并不需要主动努力的去做任何事情，所有的一切都会来帮助我去完成那件本来就应该被完成的事情。那我最近又在重看一本很喜欢的书它叫《翻转第二人生》，我打算在社群里面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的。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就在里面讲到，他在45岁左右开始决定彻底改变他的生活的态度，就决定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也不要做那种不想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作者他其实一开始从事咨询师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想要更加自由快乐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但是做着就逐渐的又陷入到了好像和做咨询师之前一样的境地。那个作者在分享他的经历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同感。我这一次做身心灵账号之前，我是休息了蛮久的，在这个休息的时间里面，其实我有很多次的不再打算继续做自媒体的这种想法，就觉得这件事情里面有很多我不喜欢的部分，我无法能够确保我真的能够去拒绝掉这些部分，但是我又不想让自己再次陷入到那种两难，或者是把生活过成是一种我不想要的这种状态，我会很讨厌自己，所以说我一直在纠结和挣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会觉得可能做身心灵的内容是我喜欢的，是我渴望的，我也想去表达我学习到的，我经历到的，我的思考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大家，所以我最终还是去做了，就去年12月份开始又恢复做了一个新的账号，做自媒做那个身心灵的东西，讲显化。开始其实我会觉得挺好的，我会觉得我在讲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有很多人因此喜欢我，然后甚至我可以靠它来赚到足够让我过上想要的生活的这样的金钱。但是做着我又会觉得我的动作开始变形，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了那种集体潜意识还有累生累世的那种业力，默默的又把我给控制了。比如举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有关注我的，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有做一些直播，那直播也是周围的人，好多人会跟我讲，可能现在做自媒体直播就是一个你必须要去尝试的，你本来有这么多粉丝，然后你有你的产品，你通过直播可以更好的介绍给大家，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然后被大家说多了之后，我又会觉得好像我是不是真的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不做我就是浪费了这个资源，这个机会，这个我就是在偷懒，或者是，所以我会很挣扎，然后最后我还是去做了。
最开始会感觉还行，但是做着做着就是越来越变形，就是开始变形了之后就越来越变形，我会感觉到越做越痛苦。就如果大家做过直播的话会更能体会哈，就这件事情它会蛮让人有压力的，因为它是一种，第一它是这种线上的实时的去跟人交流，然后加上你要卖东西的话，那就会跟数据有很直接的挂钩。虽然我会尽量的让自己就是保持在你本来的初心上面，但是因为也有些小伙伴跟我一起做嘛，所以我会考虑到我有没有辜负大家在帮助我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表现得更好，我有没有把这个东西让大家更多的去付费，就是又会变成很在意这个结果和数据的状态，我就会很不喜欢这样的状态。所以这可能是我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卡点，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何让它不掺杂一些让我讨厌和不感兴趣的内容，如何去屏蔽掉周围人对我的一个干扰和影响。所以我自己其实在过程中也有感觉到自己的状态会不那么的对，因为我就是这样一种人格类型吧，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旦我感受到自己不喜欢的部分，我的能量就会迅速的下降，它就会很明显的呈现到我的内容上面，然后我的内容其实大家也能够感受到，然后它就会出现在数据上面，它就会整个的那个能量场，整个事情的走势它就会往下降。所以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就有蛮想调整自己，但是又会有一种好像被很多东西给限制着，被头脑的很多东西给压抑着，没有办法突破的感觉。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我最常做的冥想，和把这件事情交给宇宙来解决吧。我当时就把我的现状理了一下，然后最后告诉宇宙说，那你来帮我解决，你来帮我想办法，我交给你了。那很神奇的就是每一次我做这样一个交付的动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来给我交付。事情是这样的，其实自从去年12月份我开始做账号，做了账号之后，因为账号起来的也比较快嘛，我就开始做自己的课程啊，做自己的学院呀，所以事情一直都比较多，我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一个还蛮封闭的状态，就是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面进行，比如说脚本啊，还有课程啊，还有一些咨询啊，个案的这样一种工作，就很少出去，所以就越来越感觉自己紧缩在一个地方，很难去打开自己。然后如果我要去出门或者去玩乐享受的话，那我自己定下的工作计划就肯定会被耽搁，会被就是说延误。那我其实不想要，就是会不想要自己的计划被打破的那种小我的一种执着，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交给这个高我来解决吧。所以很神奇的就是在上个月有一周，突然我们家楼下就开始装修，对，有人搬进来，他要做一个装修。因为很久就没有人装修，就是这过去的1年我一直都在很规律的更新，除了我的那个感冒的时候嗓子没办法说话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更新。上个月突然就有人来装修，那很大的声音，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写作，更没办法录视频，所以我就出门了。其实听到装修的声音，第一下意识还是有一点心情不好的，但是我又会觉得可能它是会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要带给我，我就把自己的电脑啊，一些文件呀，就带出去找了一家我一直想打卡的书店，就这个书店也是收藏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出去打卡。那一天就选择了那个书店，那个书店确实整个氛围也很不错。我去了书店之后，我就选择了一本书坐下来慢慢的看了一下，就上午的时候我主要是看了一下这本书，然后看完真的是很久没有完全沉下心来去选择一本跟工作没有太大关系的书，认认真真的看完了。看完之后我整个人就会感觉到很舒服很开心。然后看完之后呢，我就打开了另外一个老师的课程。我也很久没有时间自己去学习东西了，因为一直都在输出给别人做课程，我很久没有做一个学生去跟别人学习了，所以我就打开了一个我一直想学习的，买了很久的一个老师的课程。然后学完了课之后呢，我就去把课里面学到的东西做了一个输出，就是写了一些我对这个课程的看法和我的一些感想。那这些也是跟我的工作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去做过了。
接着那一天结束之后，就是在离开书店，我出来打车在路边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哇塞，好幸福。我觉得这样的节奏真的就是我最想要的生活。所以其实我在过去的1年里面，因为可能这种收入的增加我又会冒出来很多的执念或者是妄念吧，就觉得你可以赚这么多钱，那你就再多赚一点吧。你赚了很多钱之后，你就去买大房子，你就可以让家人朋友都来到你的大房子里面，你们一起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就被这种欲望驱使着，在不断的去做一些好像并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但是很正确的事情，也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一个模式。但是那一天就让我深深的意识到了，其实我需要的不是金钱，我需要的也不是大房子或者是怎么样一种奢侈的生活。我真正需要的，我最喜欢的生活，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去看一些我喜欢的书，学一些我喜欢的内容，并且自己去做一些输出，就像我现在跟你们录播课一样，就是去简单的去讲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最近又有一些什么新的成长，就这么简单的可以总结为输入和输出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没有其他的，不需要再给它上什么价值，或者是把它扩大成什么理想啊、事业呀。我就希望每天我都过着这样的生活，然后吃一些我喜欢的东西，见一些我喜欢的人，就完全的够了。但是之前我可能会觉得我不能就这样这么简单的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我就直接去过一种我想要的生活，我怎么的吧也得先去赚一些钱，我先要让我的父母也好，我周围我的朋友，我的一些伴侣，让他们先过上那种幸福的生活，然后我看到他们幸福了，我才能够幸福。我觉得我内心是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人生观的。但是这本书里面，就是这个翻转人生的这个书里面，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的就是周遭是你的镜子，只要你幸福，在镜子里的你周遭的人他们也会幸福。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种心灵的抚慰和启发。我以前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别人需要我怎么样子，别人没有幸福我没有办法幸福，就像我最开始讲的，我的父母他一辈子吃了这么多苦，为我们过着一种不是很想要的生活，那我凭什么现在就直接去过那种我想要的生活，而不为任何人负责呢？我怎么能这样做？我以前的潜意识里就会有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会逼迫自己去过一种还不是那么完全符合我想要的生活的生活。这句话它就一下子释放了我很多的限制性信念和压抑，就是可能一切也像我前面说的嘛，可能一切只是我的一个信念，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我也没有去很认真的敞开心扉的和周围的人的沟通，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到底希望我怎么样。那我最近也有跟家里人做一些沟通，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他们跟我的状态也一样，就是他们也不敢去过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也有很多的可是，那他怎么办呢？那我也会变成他们考虑的那个人，我还没有幸福，他们没办法去幸福，他们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不需要再等谁幸福了我才能幸福，或者在等谁允许我去做那件事情我才去做，而是我现在就要先去活得幸福，过得开心，然后我周围的人他们才敢去幸福，他们才能去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在害怕，都在等那个你爱的人幸福，然后你才能幸福，那大家都幸福不了。那既然如此，那可能我就要先去迈出那一步了。既然大家都不敢的话，我就要先去做那件事情，我先去过我想过的生活，去做我喜欢的事情，那么大家也会就像我的镜子一样，我幸福了，我微笑了，他们也会幸福，他们也会活在微笑里面。这本书里面另外还有一句话我也想分享就是在比较后面一点最后快结尾的时候，他说的是不抱持意志，不定目标，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这样的过的一种人生，其实是最棒的生活方式。
我其实几年前也是看过这本书，但是真的没有知行合一吧，没有真正的这样去做。但是我现在就下定真正的决心，我要这么去做，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我周围的所有人，不只是我周围我认识的人，包括可能在听播客的你们。我希望我这样去做了之后，也能够影响到你们，也能够映射出你们也去过上这样真实幸福的你们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所以今天播客的最后吧，借由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愿望来收尾，来祝福大家。我希望我在以后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或者最后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我希望是他们对我的评价是，这个人啊，他一辈子都只为自己考虑，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花在他自己身上，他真的是没有任何遗憾的。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就不需要其他的，他很优秀，他很厉害，他很为别人考虑，他是一个很棒的朋友，很好的妻子，我不需要这样的评价，也不是不希望吧，就是我不需要这样的评价，我更需要的就是哪怕是他们会给我一些这个人好自私，这个人他根本不为别人考虑，但是我们都莫名其妙的好爱他呀，我更想要这样的评论。所以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最终活成这样的一种人，把我们的能量带给更多那些在压抑自己，在痛苦当中挣扎的人，让这个世界真的能够越来越美好。就这个世界更美好的话，我的生活也会更加的美好。那就是非常非常真诚的祝福给每一个收听播客的你们，给每一个人。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播客了，我们下期播客再见。